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2月17号，比特币目前还在 52K。最近粉丝们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这个位置比特币还能再用利润做多吗？不然今天比特币视频来聊一聊，个人认为不适合再开杠杆了，目前只能原来的多头利润，或者是继续给我抱住。等下来聊一聊下一次做多的点位我们要怎么判断，以及昨天的这一张图表还有一些知识，等下再来做一下补充。如果你喜欢本视频，感谢点赞、订阅、小铃铛，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群，上面有我免费分享的交易信号，或者也可以查看我 OKX 以前的交易战果。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周线的图表，这一个快速的 MACD 指标，或者是比特币为什么在 52K 的位置，我感觉不适合再继续开杠杆做多。当然它长期是会继续涨上去，但是中期我的观点是，不管是这个位置中期，或者是这个位置中线，价格涨多了，你如果继续做多，就怕它短期或者是短线万一回撤的话，有可能会爆仓。那下一次再做多的买点我们要怎么判断啊？不然今天就来聊一下，还是一样，就是这个快速的 MACD 指标。之前不是有跟大家讲过吗？有可能它如果在牛市里面，往往很多指标时差的位置就是非常重要的买点，特别是这个 MACD 指标，正常的 MACD 指标我们打开一下啊 ，MACD 可以看一下它的指标反应一般比较迟钝啊。就这一次比特币从 49K 跌到大约 39K， 正常的 MACD 指标是没有时差了。然后大家可以把这一个周线的 MACD 指标里面的这个12给它改成5，就可以得到我的这个指标。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还是老经验啊，就是如果它是在牛市的结构里面，我们去观察它如果从一个高点跌下来，如果这个 MACD 绿色的柱状一直在下降到一个位置，如果有看到它时差，我们观察一下，有可能第一根时差的位置或者是第二根时差的位置，如果比特币在某一个位置遇到形态的支撑，就比如前面的这个上升三角的支撑，当然这个位置期货也是没有命中啊。不过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在这个位置时差的第一根或者是第二根，有时候可能不是在第一根就是在第二根，如果它有大跌接近 10%， 有可能就是非常重要期货做多的点位啊。而且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比特币在2023年的5月份，当时在这个位置跌到 26K， 我那一笔 25K 的多单就是从这个位置开始加仓做多的。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这个位置就是下跌了，如果加上下影线应该是接近 10% 啊，然后它在 25K 附近继续涨上去，或者是后面继续跌到 25K， 后面也是在这个位置继续加仓了。不过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的形态，它是在这一根暴跌的位置，就是第一根时差的位置，就是非常重要的买点啊。虽然它后面是还有低点啊，不过 26K 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你开10倍的杠杆，它跌到这个位置也不会爆仓啊。所以我们在观察这个快速的 MACD 指标，往往时差的位置如果是在牛市的结构里面就是非常重要，不是第一根有可能就是在第二根。当然这个位置是失效啊，它是在1根、2根、3根、4根，在这个位置低点，或者是我们判断其他的技术形态，就是这个头肩底底部的颈线支撑是非常非常的强啊，就是这个颈线突破，它就是一直在支撑这个位置。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比特币历史上，比如2020年疫情的这个低点啊，可以观察一下，就是在这一根崩盘，它也是在时差第二根红柱的位置，低点的位置，就是非常重要的买点啊，或者是后面它这个位置也跌不下去。不过我们再观察一下比特币在历史上2016年或者是2017年的几个位置啊，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当时比特币从2015年的这个底部起来之后，就是在这一根 K 线下跌超过 15%， 下影线的位置我们观察一下，它这个 MACD 时差的位置就是在第一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买点的位置。像这种大跌的低点，它要继续下跌一般是很难很难啊，因为前面的买盘力道是非常的强，主力辛辛苦苦把底部夯实完以后拉上来，
像这种跌的位置，如果要再下跌，那主力前面的一些计划就会被全部打坏了。所以我们再观察一下比特币后面在2016年的8月份这一根下跌的 K 线，也可以观察一下，同样也是 MACD 指标死叉，第一根没有买点，第二根这一根崩盘有超过 10%， 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买点。因为我们观察一下，像这种崩盘的点位，我们选择去做多，顶多它在下跌能跌到哪里去？前面这种整理的形态都看得懂，就是主力在这个位置继续盘整，或者是把筹码抬高到这一个位置，让后面的一些散户继续帮他抬轿。所以像这种位置做多就会非常的爽。那如果像在这种上涨高点的位置去做多，或者是像这种上涨高点的位置去做多，像这种短线里面上涨的高点位置去做多，要小心的就是万一短线有这种下跌要怎么办啊？所以我们来观察一下就目前的形态啊，看形态很明显上涨有可能是在短线的高点，长线我的观点它肯定会继续上，但是就担心这个位置，有些朋友我是有看到上涨有时候就会有贪婪的心态。所以我的观点，当市场在疯狂的情况下，我们有时候要冷静啊，要思考一下，万一短线有下跌，输钱怎么办？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图表。昨天有聊到的，就是这两条欧美的机构也是非常看重的两条均线啊，一条是红色的20MA， 还有一条是这条绿色的是50MA 啊。不过昨天的买点已经跟大家讲得很清楚啊，有时候在牛市里面，它往往这两条线在死亡交叉的位置就是非常重要的买点，或者是有一些中线的回撤，它死亡交叉也不一定会准啊，有可能它会继续下跌，比如说 10% 以上。但是今天要给大家补充一个观点啊，它如果是在熊市的结构里面，这种死亡交叉我们要小心啊。就比如比特币在 69K 下跌的整个长线的空头走势，或者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死亡交叉的位置，有时候我们往往要小心。在熊市里面，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比特币在2021年的11月份这个位置死亡交叉，它是会有短线的上涨，但是整个中长线我的观点是我们一定要小心，有可能在熊市的结构里面，这种死亡交叉是不能去做多的。或者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后面在这个位置啊，2022年的4月份这个位置死亡交叉就是一大波空头的走势啊。所以市场我们要分清楚啊，它是在牛市还是在熊市。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比特币在2021年的7月份这一波上涨，它也是在牛市的结构。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就是这两条线死亡交叉，20MA 死亡交叉，这一个 50MA 就是这个低点，就是非常重要的低点，一波涨到 69K 的高位啊。所以目前的比特币我们后面尽量再去观察，如果真的还有比如20的均线，就像这一次死亡交叉50的均线，有可能低点就是非常重要的低点。最后感谢收看，订阅我们。